要游戏，要创作，多功使用还要用起来舒服。如果要把全能笔电做到极致，那你一定不会错过这台看起来就有点梦幻的 ROG Zephyrus Duo 16。重点是内在也很强大，效能上搭载了满血的 GeForce RTX 3080 Ti Laptop 显示卡 ，CPU 则是搭配上了 AMD Ryzen 9 6000HX、64GB 的 DDR5 以及采用 RAID 0组成的 4TB PCIe 4.0 SSD。可以达到惊人的14GB/s 读取速度，重点是还用上了一块表现非常不错的 ROG Nebula HDR Mini LED 萤幕。你没看错，是 Mini LED， 并且通过了 VESA 的 Display HDR 1000认证。究竟这一台集合了各种梦幻规格的 Zephyrus Duo 16，实际体验会是如何呢？我们就一起来看看吧。我们还是先从外观设计看起。这次的 Duo 16除了在规格上豪华，在盒装配置上也是给好给满。笔电本体的盒装设计感满满，盒装内的背包、滑鼠，甚至连耳机都有。重点是滑鼠给的是 ROG Shotcom Pro 这支有效能加强 RGB 的滑鼠，而在耳机上直接给了 ROG Delta， 同样是 RGB 的版本。开箱体验就能感受到 ROG 满满的诚意。不过重点还是笔电本体。Zephyrus Duo 16在页面设计上几乎用上了近期 ROG 几个经典的元素，包括左半边的点阵、分割2块的大斜切，以及最重要的败家之眼 logo， 在设计上也都处理得蛮细腻的。点阵采用的是雷射处理，大斜切则采用亮面材质，并且搭配上深邃的蓝紫配色，以及一整圈的亮面钻石切割，是不是有种低调但却强大的质感呢？但败家之眼 logo 居然没有加上 RGB， 这是帮你自己觉得稍微比较可惜的地方。不过整体来说，设计非常沉稳利落，在各种场合穿梭也不太会有违和感。而在 I/O 接孔上 ，Zephyrus Duo 16还是更偏向 gaming， 主要接孔都在左侧以及后侧。左侧拥有包括电源接孔，一个 USB-A， 一个 USB-C， 支援 DP 影像输出，也支援 G-Sync， 以及最大100瓦的 PD 快充。外出文书使用时就不需要带着一大颗变压器，使用小尺寸的 PD 充电器会更加轻便好带。还有一个 microSD 卡槽以及 3.5mm 音讯接孔。后侧的话，同样拥有 RJ45 网络接孔，也是 2.5G 的孔，有内网传输，像是家里有 NAS 2.5G 还是很实用的。今年的 ROG 也是给了满血的 HDMI 2.1， 经过帮你实测，可以达到最高 4K 120Hz 或是 8K 60Hz 的影像输出。还有一个 USB-A， 最后是在右侧还有一个 USB-C， 同样支援 DP 影像输出。稍微可惜的是 ，Duo 16毕竟还是电竞定位的机种，就没有塞入全尺寸的 SD 卡槽了。不过可以看到，有着双萤幕难题的 Duo 16，在接孔数量上看得出来 ROG 已经很努力在塞了，在重点上也都有。接着我们实际测量重量 ，Duo 16单机大约 2.6 公斤左右，加上原厂充电器后，大约落在 3.6 公斤。整体来说，就是效能塞满的正常表现。上盖同样可以用单手开合。底部同样也有比较厚的垫高胶条。比较特别的是 ，ROG 在盒装内也有随附这个很厚实、具有弹性的手托，搭配使用其实会比一般笔电更舒服一点。如果习惯笔电支架的朋友，这笔预算或许可以先省起来了，因为 ROG 也在包装内加入了一个小巧思，你可以将盒装内这个固定板跟着折痕折起来，接着透过磁吸固定后，再将 Duo 16卡上去，嘿嘿，就可以变成固定支架啦。放在桌上的时候，打字手感会更舒服。重点是萤幕也会拼接得更紧，当然也会有帮助散热的效果。不过就看个人习惯，选择是否使用即可。打开后，我们看到 B 面，直接先看到重点。Duo 16这一块萤幕真的非常不错，尤其在效能笔电当中，就是前段班顶级的表现。采用的是邦尼先前有带大家看过的 AMOLED， 也就是来自友达的 Mini LED 方案。ROG 则是称为 ROG Nebula HDR Mini LED 显示器，采用的是 2K QHD 10B 的萤幕，并且 ROG 的 Nebula HDR Mini LED 与一般的 AMOLED 还是有所不同，采用的同样是目前 Mini LED 最佳解决方案的 AMOLED 硬体。不过邦尼也说过很多次 ，Mini LED 更重要的还是演算法。ROG 也在这一次的萤幕用上了最佳化的 Nebula HDR 引擎，每秒可以处理250张的影像。除了提供更好的背光控制以外，还能进一步减少 Mini LED 的画面光晕。而在萤幕上采用的是16:10的比例，16:10除了可以提升萤幕占比，在浏览网页、开发或是剪辑、创作的时候，多一排空间用起来就是比较舒服。萤幕更新率达到了165Hz，
电竞必备的3 ms 反应时间，也拿到了很顶的 VESA Display HDR 1000认证，支援 Dolby Vision 又有 Pantone 认证，几乎是你所有想要的规格都在这里了。顺带一提，经过实测，在 Netflix 中也可以成功点灯 Dolby Vision 杜比世界以及 Dolby Atmos 杜比全景声。说完规格，邦尼就直接来实测。Duo 16的萤幕表面采用非常细腻的雾面处理，色域覆盖达到100%的 sRGB、84%的 Adobe RGB 以及96.7%的 DCI-P3。重点是色准表现也非常不错，平均6:1就有1.72，表现非常好。而在亮度上，受益于 Mini LED， 邦尼测试室内全白最大亮度大约都在530尼特，峰值亮度可以达到820尼特左右。而若是在 HDR 之下，全白画面就可以达到接近900尼特，表现是非常亮眼的。并且 Mini LED 邦尼讲过很多次了，透过 Mini LED 更多分区的控光 ，Zephyrus Duo 16的 Mini LED 显色表现非常不错，尤其在这种动态范围需求更高的复杂场景中，这块 ROG Nebula HDR 萤幕也有很好的表现。此外，在高光场景中 ，Mini LED 的亮度表现依旧令人惊艳。如果灯照过来，你也会有被闪一下的感觉。顺带一提 ，AMOLED 透过动态调光达成了光晕控制，在 Duo 16上的表现也还不错。整体来说，在 Zephyrus Duo 16上，这块 ROG Nebula HDR 萤幕在游戏笔电上就是顶级表现。对了 ，ROG 其实也有提供选项，可以在 Armoury Crate 当中关闭分区控光，或者可以根据需求开启。有需要的朋友可以留意哦。最后 ，Duo 16的边框虽然已经做得蛮窄了，不过 ROG 同样在顶部塞进了 Windows Hello 的红外线脸部辨识模组，实测在低光下也可以成功解锁。接着看到 C 面的第二荧幕 ，ROG 称为 ScreenPad Plus， 并且同样采用 AAS Plus 2.0 的散热设计，也就是在打开上盖的时候，第二荧幕也会跟着上台。除了让两个荧幕接得更紧，使用上的一体性更好之外，上台的设计也可以让散热表现来得更好。邦尼认为，第二萤幕对于创作、多工或是有开发需求的朋友会比较实用。以创作来说，你肯定会需要开启非常多视窗，或是以剪辑软体 Premiere Pro 来说，你一定会需要开启非常多的效果分页。而第二萤幕可以提供更大的萤幕空间。根据每个人的使用习惯，你可以自由的排列你的习惯设定，像是把调色盘放在下面，时间轴放在下面都可以，或是开启节目脚本，开个 Line、Telegram 都好用。如果有用过笔电剪辑的朋友，一定完全懂邦尼在说什么吧？当然，文书作业、开发或是游戏直播也都是同样一个逻辑。比较特别的是，如果你用的是 Adobe 系列的软体，你就可以透过 ScreenPad 的设定界面，客制化下 Adobe 创作软体的快捷操作，搭配上触控萤幕，就会有虚拟剪辑做的感觉。不过邦尼会更推荐依照使用习惯去找到最舒服的排列，好用顺手会比用好用蛮重要。此外 ，ScreenPad Plus 是一块达到 4K 的长形萤幕，雾面处理会来得比较重，但也不意外啦，毕竟这个萤幕会常常直接面向顶部的灯光嘛。而在表现上，达到99%的 sRGB、79%的 DCI-P3， 最大亮度达到300尼特，就是相对中规中矩的表现。但用在第二萤幕绝对是够用的，甚至比很多笔电的主萤幕都来得好。而 C 面的下半部就是键盘，一样有心灵效能加成的 Per Key RGB 设计，亮度和饱和度都很足够。重点是，大家应该都有发现，键盘和萤幕中间会因为上台而多出来的这个空间 ，ROG 当然也没有忘记，直接将心灵效能加倍的透视玻璃窗也放了进来，还会跟着键盘透着淡淡的 RGB 灯效。不过整个键盘的 layout 还是比较紧凑的。触控板放在右侧，很多人一定关心长形的触控板到底好不好用啊？一句话，浏览网页上下拖移都很舒服，左右移动的话就会比较受限一点，所以要工作的时候接上随附的滑鼠才是选择。但如果只是滑网页的话，直视的触控板其实会比小区块的横向触控板空间更大，也更好滑。此外 ，ROG 也在触控板塞进了可以切换的虚拟数字键，并且红色的背光非常饱满。而说到键盘手感，就是 ROG 的经典薄膜偏 Q， 1.7mm 的键程很足，好打。以下帮你也提供一段收音供大家参考。接着我们就废话不多说，直接进入 Zephyrus Duo 16的效能测试吧。邦尼手上的 Duo 16基本上就是把效能拉满。在 GPU 上搭载的是 NVIDIA 近期推出的 GeForce RTX 3080 Ti， 同样采用 Max-Q 技术，可以自动在笔电上最佳化功率以及效能资源分配。
并且在 ROG 的调教下，最高频率达到了1445 MHz。瓦数部分，这次也直接拉到了140瓦，搭配上 Dynamic Boost 之后，甚至可以达到最高165瓦。可以看到今年的 ROG 也都朝满血迈进。顺带一提 ，GeForce RTX 3080 Ti 显示卡搭配的是16GB 的 GDDR6，无论是游戏或是更容易吃满的创作需求来说，16GB 的 VRAM 会更加游刃有余。同时 ，Recessive Bar 技术也可以让 CPU 直接存取 GPU 的记忆体，解锁过去读取记忆体的容量限制。帮你也带大家简单看一下这次 GeForce RTX 3080 Ti 的重点。同样采用 NVIDIA 第2代的 RTX Ampere 的架构，并且拥有 RTX 30系列的第2代光追核心以及第3代的 Tensor 核心，同时也达到了7424个 CUDA 核心。比较值得一提的是，在评测 ROG Strix Scar 17的时候，邦尼就有提到过 ，ROG 在今年的所有机型上都带来了 Max 独显直连技术，只要在 Armoury Crate 当中开启 Max 独显直连，等待重开机后就可以成功启用了。邦尼也一样，透过比较敏感的 CSGO 带大家来看 Max 开启前后的差异。首先是 Max 开启前平均达到208帧，开启后则是提升了56%，达到325帧，差异还是蛮大的。今年全线都有独显直连，还是给个鼓励。接着是 CPU 部分，在 Zephyrus Duo 16这一次搭载了蛮多人期待的 AMD Ryzen 9 6900HX， 采用8核16执行序的架构。记忆体部分 ，Duo 16一样非常有诚意，插满了2条32GB DDR5 4800 MHz 组成64GB 双通道。邦尼也说过很多次，现在 DDR5 的记忆体还是比较难买，零售价格也比较高。一次给满做法，除了诚意，也不用担心后续升级的问题。储存空间部分 ，Duo 16也是蛮疯狂的，采用的是2条2TB PCIe 4.0 SSD 组 RAID， 达到了4TB 的储存空间。速度上也受益于 RAID 0，邦尼实测循序读写达到了12200 MB/s， 以及接近10000 MB/s 的写入。通讯上最高支援 WiFi 6E， 采用的是联发科的 MT7922 网卡。而在散热上 ，Duo 16一样用上了各种好料，包括 AAS Plus 2.0 带来的散热空间，2组84叶片的 ArcFlow 风扇，5组散热管，出风口的超薄散热鳍片，以及 CPU 同样用上液晶，也是跟暴力熊合作的版本，在导热效率上会来得更好。此外 ，Duo 16也支援了 ROG 机种的0分贝散热，日常使用的话，风扇会非常安静，可以达到忽略的程度。而在压力测试上，邦尼也直接跑 3D Mark TimeSpy 20轮压力测试，稳定性达到 97.5%， 全程 GPU 温度大约落在75度左右。实际测量压力测试过程中的风扇音量，在极速模式下，风扇音量最高来到58分贝左右，还算控制得不错。邦尼实际测量机身温度，正面最高温落在机身正中间，达到了 40.3 度，萤幕则只有 33.5 度，键盘区域的最高温也控制在 34.9 度左右。可以看到，受益于 AAS Plus 2.0 的散热设计，大家一般会摸到的区域温度都还是比较低的，比较不容易感受到温度。接着，邦尼就直接带大家来看实际表现。首先看到 Cinebench R23 AMD Ryzen 9 6900HX 单核落在了1528分，相较起 5900HS 提升了 4.4%， 多核则是14525分，提升了 17% 左右。邦尼也直接帮大家实测专业性能的表现。首先是一般 4K 剪辑需求的测试，采用的是总长10分钟的 4K 原片，并且经过简单的调色以及混音，最后进行 4K 输出。采用的同样是 NVIDIA Studio 版本的驱动，一般使用者可以参考这个测试结果。在一般剪辑输出的测试项目当中，这个项目主要的影响项就是 GPU 加速，受益于内显以及 RTX 3080 Ti 的 GPU 加速，Duo 16在输出表现上还是非常强势的。10分钟的 4K 影片只花了200秒就完成。这个表现也比满血版的 RTX 3080快了 13%。接着我们测试重度剪辑，会以邦尼这类高效能需求出发，测试内容包括全 4K 素材剪辑，以及非常重度的 AE 动画、调色、混音以及多轨剪辑都会来得更加复杂。而在大型专案中，邦尼有说过 ，RTX 3080 Ti 搭配更充足的 16GB GDDR6，在应付这种大型动画专案会更舒服。在重度输出当中，可以看到 Duo 16只花了18分2秒就完成。这个成绩在邦尼今年测过的机种当中非常靠前，应付大型专案没有问题的。看完了专业性能，我们接着来看游戏效能。首先看到 3D Mark TimeSpy Duo 16拿下了12351分，相较起150瓦的 RTX 3070 Ti 有着 6% 的提升。
若是与105瓦的 RTX 3080相比，则有20%的提升；与90瓦的 RTX 3080 Ti 相比，也有21%左右的提升。瓦数对于 RTX 30系列显卡的效能释放还是比较明显的。不过，若是与150瓦的满血 GeForce RTX 3080相比，邦尼也说过，随着瓦数瓶颈升高，在游戏上的差异就相对有限了。不过，若是创作使用 GeForce RTX 3080 Ti 就会有比较明显的差别。接着，我们直接进行游戏实测。首先是古墓奇兵暗影，在最高设定的 2K 极高画质之下，Duo 16没有太大的压力就可以达到平均106帧。开启 DLSS 之后，更是可以达到139帧。如果还不太清楚什么是 DLSS 的朋友，也不用担心，帮你简单说一下。简单来说 ，DLSS 就是 NVIDIA 力推的深度学习超高取样，透过 AI 渲染，在保证帧数、稳住流畅度的同时，还可以让游戏画质的表现维持在一定的程度。比较值得一提的是 ，NVIDIA 的 DLSS 其实已经迭代更新了好几次模型，并且可以看到，其实 NVIDIA 很努力的在强化模型的算法，并且让游戏以及更多游戏开发者可以更容易的用上 DLSS。最明显的改变就是相较起初期的 DLSS， 在非常复杂的场景细节、地面纹理这种细节超密集、AI 很容易失误的场景，目前也算是稳定许多了。尤其在光追加入各种大作之后，在算法给力的前提下 ，DLSS 的提升还是明显可见的。接着是最近登场的几款热门大作，首先是 God of War 战神，在 2K 超高画质之下 ，Duo 16可以达到顺跑的65.6帧。而在开启 DLSS 之后，可以再提升40左右的帧数，达到平均92.8帧。接下来是 Ghostwire Tokyo 鬼线东京，在 2K 最高画质之下，平均可以达到98.6帧。开启 DLSS 之后，可以达到平均147.2帧，提升达到50%左右。同时，鬼线东京这款游戏也支援了光线追踪，在 2K 最高画质搭配上光线追踪最高之下，平均可以达到44.8帧。开启 DLSS 之后，则可以进一步达到顺跑的85帧。接着 Forza 4大概就没什么压力了 ，2K 高画质平均157帧，2K 超高画质也还有141帧。最后就是效能测试软体 Cyberpunk 2077，在 2K 高画质之下，可以达到顺跑的67.5帧左右。开启 DLSS 之后，可以达到蛮强的118帧。Full HD 就不用多说了，全面顺跑。而在 2K 极高之下，也有平均45帧的表现。开启 DLSS 之后，达到95.5帧。而若是开启光追，在 2K 中光追下，平均31帧，还是会建议开启 DLSS 稳住帧数。开启后可以达到平均67帧。整体来说，如果要开启光追 ，Full HD 还是比较稳定的选择。如果想在流畅和画面上取平衡的话 ，2K 高画质不开 DLSS 就可以达到60帧顺跑。开启 DLSS 后，更是有接近120帧的表现。整体来说 ，Duo 16在各种大作中 ，Full HD 甚至到 2K 最高画质，大多都没有太大问题。要开启光追的话，还是建议开启 DLSS 稳住帧数。续航力部分 ，Duo 16采用的是90瓦时的电池，在邦尼的续航力测试中，200尼特连续播放 Full HD 影片1个小时，消耗了16%，以效能比电来说还算不错。而在 PC Mark 10现代办公的电池续航力测试中，最终拿下6个小时7分，同样也是不错的表现。这边还是再提一下，如果有外出需求的朋友，可以在 Armory Crate 当中选择节能或是最佳化，暂时关闭独显，可以达到省电的效果。在充电测试中，邦尼实际使用原厂随附的280瓦充电器，充电30分钟就能达到48%，1个小时充满77%，完整充满耗时1个小时52分。此外 ，Duo 16也支援了最高100瓦的 PD 充电。最后，在音效上 ，Duo 16同样拥有6个扬声器的配置，并且有2个低音喇叭，最大音量可以达到91分贝左右。整体来说，音质表现是不错的。音效上也支援 Dolby Atmos 杜比全景声。以下帮你也提供一段实测供大家参考。最后的时间，邦尼也一样提供所有跑分测试的结果供大家参考啦。
整体来说，这一代的 Zephyrus Duo 16是强大的，会是更加均衡的机台。在效能上，瓦数给好给满的 RTX 3080 Ti， 在效能输出上就是舒服，搭配上 Max 独显直连，在游戏表现上，无论是 Full HD 或是 2K 大作，大多都可以达到顺跑。帮你比较期待的是 ，ROG 也可以考虑推出12代 Intel 的版本，在创作这类需求上会更强势一些。而在显示效果上 ，Duo 16这一次搭载了 ROG Nebula HDR Mini LED， 就是目前稳稳的第一梯队。可以看到最近 ASUS 真的是蛮认真的在升级每一个系列的萤幕，无论是 OLED 系列，或是各种提升亮度、色域的操作，真的给个鼓励。特别是 Duo 16的这块萤幕真的是惊艳。而关于第二萤幕 ScreenPad Plus 的实际体验，帮你前面也都讲的比较多了。如果你多工使用的情境更多，使用上真的会更加舒服。但帮您建议，可以朝向自己目前的使用情境去思考，会更容易。好啦，本集节目先到这里。如果还有任何问题，或是你想知道的，欢迎底下留言讨论。如果喜欢本期节目，不要忘记订阅邦尼，并且打开小铃铛，及时收到最新的评测通知。当然，你也可以在 Facebook、Instagram 找到我们。如果还有其他问题，别忘了底下留言。那我们就下期影片再见喽。